老山界，海拔2000多米，红军长征中翻越的第一座大山。1934年12月，当中央红军越过老山界，距离长征出发已经过去了整整2个月。第5次反围剿的失败，使中央红军不得不放弃根据地，突围西征。湘江一战又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，一连串的失败已经积聚起了足够的量变，质变已势在必然。那么湘江这一仗以后，导致这么惨重的失败以后，这个我们党内当时来说，那政治局的委员啊、候补委员啊，那些有识之士已经感到，如果再这样下去，就完蛋了。按照刘伯承后来这个回忆嘛，这个全军上下的不满呢，到了极点。这里是红军翻越老山界之后到达的第一个集镇，湘西通道县。这是一个风景优美的侗族聚集地。从现象上看，好像敌情缓和了。从实际上说，埋伏了一个可能导致全军覆没的危机了。危机在于前进方向的选择上。在通道召开的紧急会议上，李德依然坚持原定的计划，去与湘西贺龙、萧克的红26军团会合。对此，毛泽东坚决反对，他力主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。因为已经判断出红军意图的国民党大军正在湘西一带集结，再往那儿走，势必又要遭遇一场血战。严重者比敌人前面，乐观一点打散了，一旦打散了，就后面的问题就更严重了。李德回忆说，毛泽东粗暴地拒绝了我的建议。这次他不仅得到张闻天、王稼祥的支持，而且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。从通道开始1个多月的时间里，中共中央在行军途中连续召开了3个重要会议。通道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，红军转向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。黎平会议坚持了通道会议决定的进军方向，向遵义前进。侯场会议实际取消了博古、李德的军事指挥权。3次会议都是遵义会议的铺垫和准备。当时正值岁尾新年之际，中央甚至还发出了这样一个通知：是夫妻的可以团聚几天。担任红四团团长的耿彪后来回忆说，在一个菊园里，张闻天和王稼祥2人躺在担架上，议论当前的形势，都忧心忡忡。王稼祥问张闻天，最后的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？张闻天说，嗨，也没有个确定的目标。又说，这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，还是要毛泽东出来。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，比我们有办法。这次菊林谈话是强渡乌江前一军团参谋长左权告诉耿彪的。菊林谈话很快就在红军指挥员中传开了。
张闻天在1943年的笔记中这样说：长征出发后，我同毛泽东、王稼祥二同志住在一起。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5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，我很快接受了他的意见，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、博古的斗争，一直到遵义会议。1935年1月6日，红军主力甩开追剿军，渡过乌江。第二天，黔北重镇，遵义的大门被打开。红军终于找到了一个暂时的落脚点。遵义城内刷满了各种各样的标语。贫困的老乡被召集起来，分到了盐巴和粮食。有4000多人加入了红军。在这座老城里，很多战士第一次见到了电灯，他们还看了久违了的女战士的演出。朱德甚至还参加了一场篮球比赛。这一切都让战士们重新回忆起了在中央苏区的那段时光。毛泽东、张闻天、王稼祥住进了一位前军旅长的宅邸。博古和李德住进了一位前军副师长的宅子。遵义会议的举办地是前军师长柏辉章的公馆。会议在2楼的一间屋子里举行，一张长条桌围着一圈椅子。正值严冬，屋子里还生了一盆炭火。生死攸关的前进方向问题是会议的切入点。会议否定了在黎平会议确定的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设想，采纳了刘伯承、聂荣臻打过长江去，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建议。接下来便开始清算第5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路线。博古做主报告，周恩来做副报告。在会上首先发言批判左倾军事路线错误的，是在党内地位仅次于博古的张闻天，被称为遵义会议上的反报告，使会议最终成为了从军事上清算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一场斗争。张闻天同志做了报告以后，毛泽东第一个做了发言。他指出，第5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，中央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被放弃，完全在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军事路线的指挥所致。毛泽东同志发言以后，王稼祥第一个站起来，他的发言呢就坚决拥护毛泽东同志的发言，坚决拥护这个张闻天同志的报告，而且王稼祥第一个提出来，应该由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红军。那么随后其他参加会议的列席会议的同志都赞成毛泽东同志的发言，张闻天同志的报告，王稼祥同志的发言。由于军情极为紧急，遵义会议竟然没有留下任何现场的记录，以至于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，人们还在为确定会议旧址进行考证。直到1957年，中苏双方移交相关文献时，陈云的这份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被移交国内，党史工作者才清楚地了解了遵义会议的真相。提纲中说，扩大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的是 A、
薄、周3同志，而 A、薄2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。这位 A 同志便是李德。会议期间，他一个劲儿在会场门口抽烟，他在中国的使命就此结束了。就在遵义会议召开期间，远在苏联的共产国际仍然不知道中央红军的下落。在他们得到的零星情报中，只知道那支曾经远程遥控着的军队已消失在茫茫大山里。恰恰是这种相互的隔绝，使中国共产党人终于获得了自主决定自己命运的机会。近年来，俄罗斯陆续公布了有关中国革命的档案资料。仅1923年至1927年间，联共中央政治局就为中国革命问题召开了122次会议，做出了738个决定，甚至连领导人选都必须经过他们的首肯或指定。特别是大革命失败以后，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呢，那么我们常讲的3次左倾错误嘛，都是跟共产国际有关系啊。当然最严重的是王明这一次左倾教条主义路线。那么王明是直接是共产国际支持啊，苏联支持，在党内他虽然不是党的主要领导人，但是他的提出的一些错误的主张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。那么从1931年1月6届4中全会一直到遵义会议之前4年的时间，这次左倾错误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导致了第5次反围剿的失败。我们党中央和红军不得不进行长征。14年的艰苦努力、曲折斗争，以无数鲜血与生命的代价，换来了这个伟大的转折。遵义会议说它是伟大转折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，就是在我们党和共产国际失去电台联系的情况下，在没有任何外来干预的情况下，独立自主地召开了这么一次重要的会议，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一些重大问题，特别是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，撤换了左倾错误领导者，实际上就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内的统治。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呢，来讲，就是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开始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，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里程碑。在遵义会议上取消了长征前成立的3人团，毛泽东被选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。政治局常委的排序是张闻天、周恩来、毛泽东、博古、陈云。最高军事首长仍是朱德和周恩来，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。1935年2月5日，在川滇黔3省交界的一个叫鸡鸣3省的地方，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，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，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上的帮助者。遵义会议圆满地完成了预定的议程。这个在遵义会议召开期间，如果你们注意的话，当时叶剑英没有参加遵义会议，为什么呢？他在中央军委作战室，在那里指挥和部署军队，保卫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。由于军情紧急是在遵义城外，距遵义还有一定的距离，而且也有足够的兵力，这个在阻挡国民党的这个军队的进攻。
遵义会议召开的同时，由黔军、川军、中央军、滇军汇集而成的40万大军向遵义合围。红军开始执行渡江作战计划，目标北渡长江到四川去，与红四方面军会师。也就在红军发布渡江作战计划同一天，正在溪口老家度假的蒋介石发布了在长江南岸围剿红军的计划。计划中藏着更深的战略意图。那么蒋介石来说，一方面在围剿红军，一方面同时他又想借此以后灭了地方势力。长征一开始，薛岳率领的中央军就一直紧紧跟压着红军。红军从瑞金开始突围西征，后来叫长征。薛岳从兴国开始追剿，后来叫长追。红军走了25000里，薛岳走了2万里。随着红军进占遵义，尾追在后的中央军就顺势占了贵阳，挤走了王家烈，这是蒋介石得意的一笔。对刘湘，蒋介石没有这样做，他任命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，尽量给他补助饷款弹药，并把南昌行营参谋团派驻重庆。红军占领遵义后，最紧张的就是刘湘。他担心的是红军取道泸州、宜宾、渡江入川。他叮嘱部下，一旦发现红军有此企图，就拼死阻截。但指挥作战讲究出敌不意的毛泽东，却并不知道刘湘的部署和川军的实力。1月25日，红军先占土城，想渡江，但川军马上就占了赤水，阻碍红军北上。毛泽东和朱德、周恩来、刘伯承研究后，决心在土城东边的青杠坡发起进攻。我们的情报出现失误，才发现川军非常能打，这就是郭勋祺外号叫郭猛子，做的很强。当我们打了1天以后，发现他不是几个团，而且是10几个团。使命就是阻止中央红军进入四川，也就是说，为了确保他的老巢、他的底盘，是不是？他也会给你玩命的。今天，青杠坡战斗的主阵地上矗立着一座纪念碑。当年在这个方圆不到1公里的战场上，原想围歼敌人的红军却陷入了一场恶战。红军的进攻变成了川军的反攻，不断增援的川军一直攻到了军委指挥部。在战斗最危急的时刻，朱德都亲自冲到了阵地前沿。鉴于局势已十分不利，毛泽东提议政治局成员开会，紧急决定改变由泸州北渡长江的计划，迅速撤出土城，西渡赤水河。这天晚上，毛泽东就睡在这个山洞里。山坡下就是湍急的赤水河。这条川黔边境的河流一直以酿美酒而出名。紧急情况下临时决定的1渡赤水，成为著名的4渡赤水作战的开始。
为迅速摆脱追敌，红军被迫进行了长征以来的第2次大清庄。三军团还有全军最后一门山炮，连湘江封锁线都闯过来了，也被迫沉入赤水河。过了赤水，到了古蔺，红军还想过江，这次想从上游的宜宾过，但没想到川军早有防备，已经切断了古蔺至横江一线通往长江渡口的要道。宜宾过不去了，遵义会议确定的战略方向必须改变了。2月7日，中革军委接受彭德怀、杨尚昆的建议，决定改以川滇黔边为发展地区，命令部队转向云南扎西一带集结。很快，国民党各路追剿军也扑向了扎西。进入云贵高原，行军就难得多了。即便今天，险情也是频频出现。陈云后来在苏联写的一篇报告中，特别说到了一个叫两河沿的地方，为红军西行以来从未经过之小路，两边峭壁间有水沟，一边山崖凿一人行道而通过，只要道路破坏无耻，军队即无法通过。此时的蒋介石正在庐山，他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新年。在他那栋美庐别墅里，受邀前来的还有张学良夫妇。在蒋介石看来，朱毛红军已经钻山为匪，不足挂虑了。首都南京城里新出版的报纸上刊登了蒋介石的悬赏告示。在滇黔边界的冬夜里，毛泽东的心情是复杂的。敌人内线作战力量雄厚，红军外线作战人员装备严重不足，川军以逸待劳，人地两熟，红军长途转战，人地生疏。土城一战教训极大，战斗的失利让中央红军再次陷入被动的局面。土城之战是打了一个败仗，毛泽东后来自己说，他说我也打过败仗，比如讲土城之战就打败了。说是不打败仗的这种常胜将军在事实上是很少有的，但是毛泽东高就高在哪儿？他一看这个情况不行了，他迅速的转换了作战的方针。这是一段红军紧张的选择根据地的日子。黔军基本垮了，但新锐的川军、滇军正向此处逼近，在三省之交能否站住脚，并没有把握。2月9日，中央政治局在扎西召开会议，毛泽东在会上提出，趁敌人注意力和主力都集中在川南之机，回师东进，再渡赤水，向较空虚的黔北进击。为此，红军进行了精简整编。红军过湘江后，8军团已被撤销。整编后，1军团保留2个师6个团，3军团编成4个团，5、9军团各3个团。中共中央、中革军委发布动员令，指出，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，有时向东，有时向西，有时走大路，有时走小路，有时走老路，有时走新路，唯一目的是为了求得胜利。2月18日，
整编后的中央红军又向东2渡赤水河。因为实行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，所以很快捕捉到了战机。几天后，红军发起遵义战役，5天内连续攻占桐梓、娄山关、遵义城。在遵义以南地区重创孤军冒进的中央军吴奇伟2个师，击溃前军8个团，毙伤敌2400多人，俘虏约3000人，缴枪2000多支。蒋介石给薛岳发报说：“此乃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。”重占遵义，应该讲是长征以后，甚至是第5次反围剿以后一次重大的胜利。你说他心情好吗？当然是很好，因为打胜仗了。但是心情不是我们想象那么轻松的，并没有摆脱国民党军这40万人的包围啊，还在那个包围之中啊，还是很危险的，叫千钧一发。我觉得那首词能很准确地表达毛泽东在2渡赤水的那种心情，就是那个义秦娥娄山关，仔细一体会就知道。西风烈，长空雁叫双晨月，双晨月，马蹄声碎，喇叭声咽。雄关半道真如铁，而今迈步从头越。从头越，苍山如海，残阳如血，何等凝重啊！这前面还是关山万重啊，怎么能出去？你知道吗？再次到遵义城的红军兴奋异常，一首新歌《再战遵义城》传唱开来。在这所教堂里，红军召开了一个干部会议。长征以来，毛泽东第一次出现在干部会上。会后聚餐，很多人都喝醉了，很多人为牺牲的战友失声痛哭。此前，蒋介石已经得到了毛泽东重新上台的情报，但他半信半疑，一直到遵义大败，从红军的用兵风格中才确定毛泽东的确上台了。3月2日，他带着陈诚亲往重庆督战，策划新的围剿计划。到重庆后，蒋介石立即给薛岳发去一封信，说毛既已当权，今后对共军作战务加谨慎从事，处处立于不败之地，勤修碉堡，稳扎稳打，以对付飘忽无定的流寇，至为重要。他还命令凡我驻川黔各军，盖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，不得擅自进退。蒋介石方面，他已经把南昌醒营的参谋团搬到重庆了，也就是说，把国共两党内战的主战场转移到长江中游。对红军走向的猜测与判断，成了国民党将领的一道智力题。陈诚认为，朱毛入川与张国焘、徐向前会合，回湘与贺龙、萧克会合，是战略上必然的2个副案。为此，陈诚制定了新的作战计划：川军从桐梓向遵义攻，周浑元部占领仁怀和鲁班场，中央军从南往遵义打，湘桂粤军在东面设置防线。而此时，刚刚取得遵义大捷的红军，已决心留在贵州，开辟新的根据地。
3月4日，中革军委特设前敌司令部，朱德为司令员，毛泽东为政治委员，决定与鲁班场的中央军周浑元部决战。但是命令下达后，红军2次诱敌，周浑元部都没有进入玉福地域。遵义的形势愈发危急，林彪按捺不住了。3月10日，林彪和聂荣臻联名给军委发了份万急电报，建议去打打鼓新场。电文对各部队作战行动均做了缜密算计，看得出来不是草率思索的结果。战役有了2种方案，毛泽东主张打鲁班场，林彪主张打打鼓新场。在狗坝，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，现场表决的结果，大多数人支持林彪，毛泽东成了少数。大家讨论嘛，大家还是愿意就是说主张打嘛。这时候毛泽东才说了，他说如果你们这样的话，那我这个前敌政委我还怎么干？毛泽东不放心，晚上还有专门去找周恩来。当时在军事上最后下决心的还是周恩来。周恩来后来回忆说，毛泽东要求把攻打打鼓新场的命令晚一点发，再想一想。当晚2人讨论后，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。为使军事指挥更加机动灵活，不再出现会议讨论、举手表决的局面，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，成立了周恩来、毛泽东、王稼祥3人军事领导小组，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。在战争环境中，这是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。3月15日这一天，鲁班场战斗打响，中央红军从拂晓战至黄昏，对鲁班场的进攻都未奏效。19时，敌人开始向红军侧翼迂回，前军也追击而来。在战斗最危急的时刻，为避免受敌夹击，当夜，中央红军撤出战斗，转移到茅台、仁怀地域。3月16日，中革军委决定由茅台附近再次向西3渡赤水河。经过茅台的时候，红军官兵们弄到数百坛茅台酒，官兵们的水壶灌满了酒。野战医院不但用酒给伤员清洗伤口，还贮存了一些带着，以便做消毒的酒精。3渡赤水，红军没有隐蔽，又摆出了一副北渡长江的姿态，就是想吸引敌军西进。但蒋介石很清楚，在鲁班场啃不动周浑元的红军，还有北渡长江的实力吗？他电示薛岳，共军已成强弩之末，是将化整为零，在长江南岸、乌江北岸、横江东岸打游击，冒险渡长江的功算不大。他要求各纵队实施江西围剿时的碉堡战术，分路截堵，逐次缩小，加以包围。一旦这个局面形成，红军再去打破将十分困难。紧急关头，中革军委当机立断，决定4渡赤水。而此时距离3渡赤水仅仅隔了4天。4渡赤水了，不是预先计划设计好要4渡赤水了，是李时的人敌我双方的斗争中，它自然形成了有4次渡过赤水河。但是后来为什么毛泽东不讲它是他的得意之地呢？
你蒋介石你那么优势的情况下，你不仅没有能够围住我3万的白兵，你还每让我逃脱了。不仅我逃脱，有些时候我还打得你下来你够呛。3月20日17时，党中央红军总政治部联名致电各军团首长，指出决定4渡赤水是行动发展的紧急关头，要求各军团必须派高级首长亲自鼓动指挥架桥，要免除混乱、拥挤与落伍，有秩序渡河。强调如果迟缓或阻碍渡河，都会带来最大的危险，必须严格保密。这是自突破湘江后红军从未用过的严重用语，令人想起湘江战役危急关头那封军委需星夜兼程过河的电报。今天我们来看4渡赤水，只凭纪念馆内的沙盘演绎，是很难描述出当时红军的真实处境的。把4渡赤水看成一场出神入化的妙算和从容不迫的行军，损害的是我们自己那部艰难曲折的奋斗史。中国工农红军的胜利，绝不是谁用托盘端上来的幸运礼物。但是4渡赤水后的红军该往哪里去呢？关键时刻，毛泽东又接受了军团领导们的建议，让红9军团向北吸引敌人，而红军主力向南急进，直插乌江北岸。中央红军的在地势上是背水的，背乌江的，一旦作战失利，退都没办法退，跑都没办法跑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的情报局就军委2局，就是曾希圣，那个局长叫曾希圣，他就向军委提出一个建议，能不能利用我们对国民党军的密码很熟，电报的格式也很熟，电文的格式也很熟的情况下，甲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，给朱学恒、吴奇伟中队发电报，指定他的行军最近的路线，而这个路线是偏离红军要渡江点，所以军委采纳了这个意见。我从后来的敌人的作战行动的实际的路线上看，确实偏离了红军的渡乌江的地点，就没有造成两军在乌江北岸遭遇了，那么就为中央红军争取了1天的渡江时间。此时蒋介石就在贵阳城内督战，他根本没有想到红军会打到贵阳来。贵阳郊外响起的枪声让他陷入了极度紧张之中。4月4日，飞机侦察发现，红军正在清水江上架设浮桥。4月5日，继续侦察，发现红军正在东渡清水江。蒋介石又上了圈套，他又判断红军要向东去与贺龙、萧克会合了。他急令湘军3个师及桂军1个师立即堵截，令吴奇伟纵队和刚刚赶到贵阳的孙渡纵队与53师分3路向东追击，防止红军北渡乌江返回黔北。其实东渡的只是红军的一支分队，目的是诱敌东向。就在敌军合力向东之时，4月9日，红军主力穿过贵阳与龙里间的缝隙，在蒋介石的眼皮之下飘然而去。毛泽东说，4渡赤水作战是他一生中得意之笔。得意在哪里？不在神机妙算，也没有神机妙算。
只有根据实际情况迅速对决策做出修订，方能一次又一次化险为夷。那是什么东西？红军的绝密号谱。为什么叫绝密号谱呢？是相当于红军的机密文件。哦，这还是无线谱呢。那个时候就有无线谱啊。1954年，在川南古蔺的一个小镇上，一个当年在扎西整编后留在当地的红军号手谢金城，颤抖着将一本发黄的红军号谱交给了献上来的人。他说这号谱是绝密的，当年交给他的时候要求人在谱在，人不在谱不在。如今谢金城早已逝去，但号谱中的这些音符依然回荡在人间。